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共会不会爆发内战呢？因为中共正式宣布逮捕张幼霞和刘振立已经3天过去了，但目前整个局面看起来不但没有尘埃落定的安定感，反而是越来越紧绷，越来越混乱。首先呢，是北京全城戒备严密升级了。自从张幼霞被官宣落马之后几条高速公路往北京方向的路段都传出被封闭。那即便到了半夜12点多，高德地图也显示，北京几条高速公路都出现严重的拥堵，疑似被封路了。那北京天安门广场呢，也加强了安保警戒。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到天安门看升旗的游客并不多，但是呢，穿着黑色大衣的军警人员却遍布整个广场。而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也部署了更多的人力实施警戒，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而在北京城外呢，情况就更加诡谲了。民政全球副主席盛雪透露说他收到消息说，中共为了防范内部兵变，已经对全国各大战区和家属大院进行了控制，严禁人员外出。那全国各地都有民众募集了军事武器的运输和进驻部署，而且呢，中共还传出已经在北京地区抓捕了5000多人。甚至还有消息声称说，河北保定的82集团军已经杀入了北京，营救张幼霞。不过这么戏剧性的消息我觉得先听听就好了，因为在任何形式的大战爆发之前呢，一定会先走大规模的舆论战，所以消息本身的正确性不一定高。但是呢，这些消息背后却真实的反映出中共内部目前正爆发一场空前的权斗和生死斗。而这场空前生死斗的主因呢，就在于习近平抓了张幼霞，而且很可能要置他于死地。我们看中共给张幼霞定性的罪名是什么？华尔街日报在1月25号独家报道说，声称中共内部消息人士披露，张幼霞被抓是因为向美国泄露核武器机密，并且呢还收取贿赂，提拔了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所以才被整肃。大家想一想这里面的指控涉及什么呢？贪腐、泄密、叛国、通敌，对不对？那贪腐对中共军方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因为无官不贪，这只是个口袋罪。但是叛国跟通敌这才是最严厉的指控，是要杀头的索命符。可是在我看来这个罪名安得有点不切实际，也就是说我不认为这是事实真相。怎么说呢？第一，张幼霞呢是军队里最有实力、最资深的军头，那名义上的地位呢仅次于习近平。他在军中打滚了几十年，那贪腐这种事情恐怕是免不了的。那他累积的财富也一定很可观。那美国要花多少钱才能够买动他泄露核机密呢？1000万、2000万美元，我想老张应该看不上了。更何况他都已经70几岁了，那有钱有势又有年纪，他还会把钱看那么重吗？第二，张幼霞是开国上将张宗逊的后人，是中国知名的军二代和红二代。那当过兵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那些出身高阶军官家族的军二代往往身上都有一股傲气和家族荣誉感。那这种人或许会涉入贪腐来捞钱，但是呢，要他们叛国或通敌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这种罪名对他们来说比死刑还难熬，不但毁了他们一辈子，让人瞧不起，还毁了祖辈传下来声望，会让先人蒙羞，还会祸延子孙呢。第三，《华尔街日报》说，是中共调查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顾军的时候呢，意外发现了老张涉案。可是老张是中共军队的2把手，掌握的核武机密绝对是比顾军要更多。那如果他真要攻击美方，何必再找一个顾军加入呢？那泄密这种事情是越少人知道越安全，越少人参与越赚钱。那老张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吗？第四，如果中共真的确认了老张泄露了核武机密，罪证确凿，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在党媒上义正辞严的公告出来给老张定罪呢？那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的通过一个匿名者爆料出口到美国，让《华尔街日报》来转述呢？那这不是不合常理了吗？因此呢，我认为这说明了习当局没有底气，这个罪名是罗织扣上的。一方面呢，是想通过出口转内销来让通敌的指控更有说服力、更有迷惑性，来欺骗党内和国内和军方内部。那二方面呢，是要拔草测风向，先通过外媒指控老张泄密通敌，看看国内会怎么反应。那如果反应不利北京当局的话，到时候呢，官方再出来否认，说这些都是境外势力编造的谣言。那这样呢，习当局就会进可攻，退可守。所以说从逻辑上来看，我不认为泄露核武机密是习近平要斩杀张幼霞的真实原因。那真实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等会说。但是呢，我们先扒开一个问题来讲就是呢，为什么习要给老张扣上这个核武泄密罪？为什么要把老张绑在美帝的身上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是习为了给自己一个斩杀亲密战友的下台阶。
习非常清楚老张在军中的地位和威望有多高。那借用一句台湾话叫做“寒水会结冻”，所以习才找老张来帮他统领军队，稳定军心。而且呢，习家跟张家两代的父亲又是世交，所以习非常清楚，他一旦拿下老张的话，不但会被批评不仁不义，而且呢还会引爆全国军队的不满，甚至是叛乱。所以最后习决定给老张扣上对美国泄露核武机密的大帽子，说他不但贪腐，还叛国通敌。习因此呢被迫忍痛拿下老张。那目的呢是让习可以站上道德高地来整肃张幼霞，同时呢压制军中的反弹力量。其次呢，给老张安上泄密通敌罪也是为了掩饰习报复老张的真正主因，就是中共内斗猛烈，习曾经被兵变，被夺了军权。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怀疑说，真的有这样的夺权兵变吗？我认为确实是有的。去年《大纪元时报》就披露说，有位非常权威的消息人士指出，其实习近平早在2024年4月就已经失势了。那张幼霞跟几个退休元老联手对习发动了柔性兵变，虽然习反扑了几次，还动刀动枪了，但是都失败了。最后呢，他就只能在台面上当个傀儡党魁。那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很可信的，因为呢，就像我上次节目说的，我们去年看到了许多迹象都很不寻常。比方说，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2024年8月30号访问北京的时候，他要求拜访张幼霞，却不去见习近平。那这很不合逻辑美国人来找军委副主席来会谈，却不找一把手的军委主席，这暗示了美国已经收到政变情报，想当面确认当时掌权的是不是张幼霞。还有，去年6月底，中共宣布成立一个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那说白了，就是在习近平的头上再设置一个集体领导的元老院，给元老们干政提供合法性。那这也印证了习近平当时确实失去了一定的权力，才会让一尊独裁回到了集体领导。而且呢，我们最近看到了好几次中共的重要会议，那张幼霞都很明显的不理会习近平。老张呢，总是一派轻松的整理自己的东西，连回头都懒得回。这就说明了老张跟习之间已经有了权力对差。而且呢，在去年4中全会之前，中共党媒的报道里头也几乎都不再提习近平的2442口号，也不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那这些迹象都说明了习近平确实被柔性兵变过，被夺了一定的权力。只是呢，老张跟元老们拿下习的军权1年多却还是想着保党、保权贵、保利益始终呢不愿推动政改，也不愿解散共产党体制，所以想破头也找不到出路。最后呢，让习终于韬光养晦，逮到了机会，实现了这场反政变。而原本应该是勇士后门入地宫的老张呢，最后呢只能是勇士后门出车祸了。好，说到这儿我们就要再进一步说，为什么我们要特意挖出这场政变或兵变呢？因为只有掌握到这件事实，才能够看懂现在发生的事情。第一呢，就是看懂习近平为什么这次对老张下手这么凶狠。因为高高在上的习一尊曾经被兵变夺权过，他尝到了失去权力的痛苦和不安全感。他认为连身边最亲近的世交老战友都能够背叛他，所以他怀恨在心，先假装人畜无害的维尼投降苟活，那最后呢，就像勾践复国一样，逮住机会反政变，斩杀了对手。所以习才会对老张扣上了叛国、通敌、泄密这些老军头最不能接受的罪名，目的呢，就是要把老张往死里整。哪怕会跟全国各地军头为敌，那习走上了这一步就只能够一路黑到底了。尤其是有一点很反常这次中共用最严厉的语气来炮打张幼霞和刘正利，说他们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和腐败问题等等。可是呢，党中央发布这消息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有哪个地方的军头发表声明拥护党中央的决定。那这说明了习拿下了老张，并没有赢得军心，没有军头愿意支持。那接下来一场习家军与张家军的全国大乱斗很可能会上演了。第二，我们知道这场政变的存在，才能够预见接下来要发生的未来乱局。政变绝对不是军方独自能够发动的，一定还要有党政势力的支持。而当时支持张幼霞的党政势力主要就是团派的元老们。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这些团派元老以及废除军胡春华会不会被习给清洗和迫害，或者说这些元老们会不会集结起来先发制人反扑呢？第三，知道这场政变发生过，就能够明白习表面上虽然是一尊独大，但是在党内其实已经众叛亲离，人人对待他都是两面人。所以接下来习不但会疑心病越来越严重，还会对党内和军内发动更多的整肃清洗。
但是呢，换个角度说，他得罪的人越多，想要出卖他或谋害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难防。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预见了，习近平接下来主要战场绝对是在国内，而非台湾。包括党内和军内的反习派，都是要他接下来要大力清洗、大力追杀的头号敌人。那这段时间清洗要多久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习没办法有效的压制军方的话，局面失控了，那就不排除会爆发军阀割据的内战大乱斗。那中国到时候啊，就可能穿越时空2000年，回到国土分裂、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了。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张又侠要跟习近平闹翻呢？那为什么会发生内斗兵变呢？这个问题啊，可能会众说纷纭。但是从表面上看呢，习张两个人长期在理念上有很多的不合与摩擦，那这一点呢是肯定的。比方说，习近平一直急着出兵打台湾，但是张又侠是真正的专业军人，又有2次的实战经验，他最清楚现在共军的实战能力啊有几斤几两重，所以呢一直劝说不要急着动武，否则呢绝对会敌不过美日台的联手反击。那这一点呢让习是很不满的。但是我估计啊，习对军人的轻蔑态度，以及呢他这几年来的种种的错误政策，把中国搞的是经济衰弱、国际孤立，那这让老张啊也是很不满的。因为呢经济差、外交孤立，就很容易促使独裁者要发动战争来转移自己的政权压力。那老张很清楚啊，这等于是牺牲军人的性命来保卫某个人的权利，并不是真的保卫整个国家，这是无意义的牺牲和贬低军人。那这些深层的原因都埋下了习张内斗的火种。所以老张才会联合元老们发动柔性兵变，夺他的军权。那现在啊，又传出老张在事发前1个月还当面顶撞过习。老张说啊，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你要把这个国家带到哪个方向，已经折腾了这么多年了，军队也是元气大伤，军心涣散，你有没有羞耻呢？另外，根据最新消息传出啊，习张冲突还有一个主因，就是习近平想要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建立政权世袭制。你没听错。民政全球副主席盛雪啊，在1月26号爆料说，习近平有个私生子，目前呢正在宁夏培养历练，习准备把权力交班给儿子，让中共政权变成习家政权。但是这一点呢，让军方是非常的不满，所以习要收拾老张，扫除未来儿子接班的障碍。这个消息很惊悚的，不过呢，目前呢还只能说是个传言了，毕竟呢我们无法查证习有没有私生子。那如果彭丽媛看到的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回应。那不管习张内斗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走进了历史分水岭。那中共呢，很可能会随时出现内部分裂，甚至出现群雄割据的军阀内战。那如果政变、兵变和民变陆续揭竿而起的话，那中国共产党将会卷入一场致命的完美风暴。好，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